魏无羡知道蓝忘机不是那个意思，可现在家长已经这样了，他也没办法，只得再次劝慰道：“你们别哭啊，只是说建议，又不是一定要截肢，我们医生会尽力的。”虽然这个机会很渺茫，但是也比一直叫人失望来得好。蓝忘机明白了魏无羡的意思，便也接着道：“是，我们会尽力。”两个人的情绪这才缓和下来。他们平复了一会儿，才转身回了病房。终于送走了两个人，蓝忘机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可魏无羡却察觉到了，他笑着撞了下蓝忘机的肩膀，道：“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。”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满是你难道不是的意味。魏无羡忽略他的目光，两只手叠在脑袋后面，走得十分吊儿郎当。他偏了偏头，朝蓝忘机一眨左眼，道：“我的确是第一次，可看这两个家长应该还是挺好说话的，实在不行了，实话实说，他们也可以理解。”这一眼有如一道小钩子一般在蓝忘机心头轻轻挠了一下，方才还有些阴翳的心情瞬间晴朗不少。但他被自己这样的反应惊了一下，明明只是一个眼神，为什么？怎么会？他有些尴尬地偏开头，耳根微微泛起了红。为了不让魏无羡发现异常，他僵硬着接着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魏无羡笑眯眯地看着他，道：“因为我看人很准呐。”说着，他背过身去，与蓝忘机面对面的走着，也不怕撞到别人。他笑着，眼睛里春光明媚。不得不说，他的眼睛真的好看，不同于蓝忘机的浅淡疏离，反倒更充满着一种人情冷暖、俗世烟火。他的一双桃花眼总是笑着，会弯起一道浅浅的弧度，叫人看起来心情舒畅。漆黑的眼眸里漾着波纹，潋滟起细碎的光芒，像是夜空中绚烂的星河，明亮的叫人移不开眼睛。蓝忘机呼吸滞住了，他突然有点自私的想，要是这条走廊能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你呀，就是太闷了，要学着多跟人家交流的，像我一样多交朋友，你也能看人很准的。魏无羡没看出蓝忘机的小心思，反而贱兮兮地凑到他跟前，低声对他道：“要不你以后就跟着哥哥我，一定也能将人情世故看个七七八八。”蓝忘机哪里是不懂人情世故，只是他向来看破不说破，整个人话少得可怜，但他心里其实是比谁都清楚的。他本正呆愣着，突然一股熟悉钻进了他的鼻息，他一惊，下意识是要躲的，可谁料这个厚脸皮的一直跟着他，非但不保持距离，还越凑越近，而且他竟然还想当自己的，真是不知羞耻。蓝忘机脸色一下变得很古怪，他瞪着魏无羡那张笑嘻嘻的脸，半晌才憋出一句胡闹，然后甩手便走。魏无羡被他逗得简直要笑疯了，他追在蓝忘机身后，一边狂笑，一边更不知羞地冲蓝忘机喊道：“要不我跟着二哥哥你也好啊。”蓝忘机脚下踉跄，回头瞪他一眼，脚下走得更快了，看他那样子，简直是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都捂上。魏无羡心中捧腹，小古板这么多年还是小古板，还是那么不禁斗。哎，蓝湛，你走慢点，我跟不上你啦。最坏的情况发生了，直到进了手术室，魏无羡才发现，那孩子的病情真的是要比想象的还严重得多。骨肉瘤这种东西，一般来说只有一种治愈方法，那就是灭活加化疗。化疗是常规操作，几乎全部癌症患者都要经历一遍，可灭活就有些难受了。医生需要把他们病变的骨头取出来，用仪器将上面的肿瘤磨掉，再将它放入10%浓度的高渗盐水中灭活，最后再将饱受磨难的骨头放回到患者体内。整个过程很血腥，也很难受。手术之前，温情一直尝试着与他的家长交涉，可他们不是哭，就是一直沉默，却从来都没有给过一个准确的答复。后来他也就不再过问，就按最为保守的方案来治疗。温情是专攻这方面的专家，在他手下治愈的很多，可没能挺住的也很多。其实很多时候患者就像是困在囚笼里的野兽，有的人愿意奋力一搏，为自己挣得一线生机，可也有的人喜欢蜷缩在角落，画地为牢，固步自封，守着一点微弱的希望，以为是抱住了命运沉浮中的浮板。医生不是神仙，却想要从死神的手里面抢人，可所有的算计筹谋最终都敌不过一句害怕。要是万一和以后术前的最后一次检查，温情耗尽了所有耐心。
直到推车将病人推到手术室内。魏无羡作为蓝忘机的实习医生，得到了一次进手术室观摩的机会。他听着蓝忘机与温情对这次手术方案的交流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我想再去试试。”温情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同意，也没说不行。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蓝忘机，突然来了句：“你这实习生还不错。”魏无羡一头雾水，但随后便见蓝忘机冲他点了点头。他大喜过望，3两下跑了出去，却没听到蓝忘机接下来的话。他说：“是极好。”手术室外夫妇2人刚见推车进去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便见魏无羡风风火火地冲了出来。几乎是一瞬间，他们以为魏无羡是出来叫他们签病危通知书的，可怎么会？明明才刚进去，怎么这么快就出事了？那妇人紧张过了头，眼泪一下子便涌了出来，她瘫坐在地上，不住地哭嚎道：“儿啊，我的儿啊！”魏无羡听得额角突突直跳，他看向那个妇人，一脸的莫名其妙。他伸手将她扶起，道：“阿姨，你别哭啊，我这就算是杀个人也没这么快吧，你快别哭了。”可话虽这么说，那妇人在惊骇之余，还是抽抽搭搭回不过神来。相比之下，孩子的父亲倒是冷静不少，可即便这样，他也是被方才魏无羡突然冒出来吓得面色铁青，就连跟他说话时声音里都有些颤动。那是怎么了？魏无羡毫无诚意地道了歉，毕竟医疗资源紧缺，他们也不能一直这样霸占着手术室。他只得长话短说道：“抱歉，是我冒失了。我来其实还是那句话，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医生现在还在里面等着，就差你们一句话了。”气氛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。丈夫不说话，妻子也停止了抽噎。魏无羡站在原地干着急等着，半晌才听到那男人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一定要截肢吗？”魏无羡，不是说还有一点希望吗？那男人抬起头，魏无羡注意到，这是一张很普通的男性的脸，没有英俊的样貌，也没有多么好的皮肤，有的只是被风沙吹糙的毛孔和眼底深重的黑眼圈。他脊背佝偻着，像是马上就要承受不住这些天来加诸在他身上的重压。魏无羡知道他很难，可谁不难？是站在手术室里面等待结果的医生，还是躺在病床上的患者？人人头上都有压力，只不过比的是谁更坚强罢了。魏无羡从来都不会是个轻言放弃的人，分明已经从他们脸上知道了答案，却还是一再固执地解释道：“是有希望，可那点希望太渺茫了，清除不清除的干净不说，首先创口就很大，你也知道，他的股骨胫骨都有癌变，真要切开受苦的还是孩子，况且以后要是复发了，就更不好处理了。”二人还是不说话，魏无羡很着急，他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看着他们，命不比一条腿重要吗？